你听说过四爱吗？有观众问，为什么儒家文化影响力最大的省份山东是四爱大省？这样的现象和儒家有什么联系吗？首先说说什么叫四爱，是说继一爱异性恋、二爱、三爱男男女女同性恋之后，第四种爱叫男女角色互换。简单的说就是男老婆和女老公，甚至连私生活也是女性作为进入方。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让我们回到300多年前的晚明，江苏常熟，这是理学最鼎盛的江南腹地。当时有一位文坛领袖，也是朝廷的礼部侍郎，叫钱谦益。礼部侍郎是管天下道德和礼法的最高长官之一啊。但在他个人的私生活当中呢，发生了一件让当时道学先生难以理解的事情。他迎娶了出身青楼的柳如是。本身呢倒不稀奇，怪的是两个人的相处模式。陈寅恪晚年写的《柳如是别传》当中啊，留下了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说这个柳如是在家中很少穿女装，她经常穿着男人的儒服，戴着男人的方巾，一副翩翩家公子的打扮。她甚至不把自己当女人，跟钱谦益说话的时候自称弟，而称呼这位文坛大宗师为老兄。这位在朝堂上威冕八方的大老爷，面对柳如是的这种带点支配意味的举动，不仅不生气，反而甘之如饴。他退到了一个被动弱势的位置，任由这位妻子在精神生活上全面主导自己。这绝不是钱谦益一个人的特殊癖好。明朝史学家王士祯的《顾不孤录》当中记载啊，当时的江南街头出现了被正统儒家称为扶摇的群体现象。成群结队的江南士人公然穿上大红色的女性衣衫，叫红丝束发，敷粉涂脂，点唇描眉，这个鬓边还要插上茉莉和蔷薇，成群结队招摇过市。而当时的女性反而流行穿男人的马尾裙，戴网巾着靴，甚至衣如文官，裙如武职。她们可以出入茶馆青楼，社交自由。这听起来像不像第四爱？那网上这种所谓山东是四爱大省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我相信很多山东的朋友听到这个说法，觉得你这是地域黑嘛。山东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是传统儒家文化保留浓厚的区域。这个见人先论辈分，长辈领导说话，年轻人只能低头听，不能打断。家里吃饭，老人要吃第一口，其他人才能开动。吃饭不能出声，手呢是必须要扶碗的。倒茶7分满，盛饭8分满，喝酒要满分啊！逢年过节要磕头。这个酒桌上有主陪副陪的主次落座，女人呢还有甚至不能上桌的旧俗传闻，无一不是在彰显这里是男权社会。最讲究礼教的地方，怎么会孕育出最颠覆传统的亚文化呢？实际上，这不过是一方面早期社群山东发帖比例偏高。一方面山东人口过亿，相关的话题又比较多，加上短视频时代，这个山东男友有多乖呀，山东女生有多飒呀，这些内容批量出圈，强化了女强男弱的想象。但我们要看的是，为什么这种说法能触动那么多人的共鸣？当我开始研究这个现象的时候啊，感到一种深深的叹息。这实际上是一场东亚人精神浩劫的无声求救。2011年，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覆盖全球33个国家的跨国实证研究。心理学家米歇尔·盖尔凡德带领团队对全球不同文化圈的社会规范进行了一次庞大的数据分析。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把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分为叫井文化和松文化。这个井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叫社会规矩特别多，人际交往繁文缛节，多如牛毛，对偏离常态的行为是难以容忍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被要求规规矩矩。在华语圈，特别是深受传统儒家影响的北方地区啊，这是典型的井文化。在这里，活着的成本相对物质生活上更加是心理上的。你想象一下，一个深受礼教规训的男人的日常，从他懂事开始，长辈就跟他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在宗族里面你要分得清辈分高低，讲话要懂分寸，酒桌上面你倒酒的顺序错了，你就是不懂规矩。结婚了啊，你要扛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有了委屈是不能哭的，因为男人流血不流泪。这别说普通人，连皇帝也不能幸免呀。
明朝的万历皇帝就是典型。万历的前半生，那经历的是一种恐怖的景文化规训啊。他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对他进行着360度无死角的道德绑架，这里每天天不亮就要被叫起床读书，稍有懈怠便当众斥责。万历偶有嬉戏贪玩，酒后失态，太后动辄以废除皇位相威胁，勒令其长跪自省数10辰，丝毫没有帝王尊严，一言一行皆有类事记录汇报，毫无私人空间。张居正还亲自为万历制定高密度的课业表、经史书法实证讲解，这个排得满满当当。皇帝呢不得私自减免课业，这2个人还形成闭环监管。太后凡事皆听张居正的意见，以首辅之言约束皇帝。他没有娱乐自由，没有择偶自由，也没有理政自由。他在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当中。在张居正死后，万历彻底罢工，他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30年代政。不上朝，不批奏折，不见大臣。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外部环境把一个人压到极限的时候啊，人潜意识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我彻底放弃一切责任，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宁愿做个废物。心理学把这个过程叫做自我耗损，说这个心力啊，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是有限的资源。你白天在外面做了一天懂事的好儿子啊，好父亲，好下属，要符合人情世故吧，那么到了夜里面，这块电池的电量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潜意识开始松动。你说那些在小众论坛当中寻找4爱身份的年轻人真的是变态吗？全球精神医学界最具权威的诊断标准，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DSM-5， 对这类现象呢有着明确的说明，不是变态，不是病。DSM-5 对性偏好与亲密关系的模式做过一次重要的除病理化改革。它明确指出，在亲密关系当中，渴望权力倒置、角色互换，甚至包含某一种程度的受虐与臣服倾向，只要满足2个前提：第一呢，是基于成年人双方的知情同意；第二呢，这种偏好没有给当事人带来严重的临床痛苦，没有导致他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它就不能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你只能说它是一种非典型的生活偏好。也就是说，正统的心理学和医学界早就把它从病理学的黑名单里划掉了。既然它不是病理变态，那么这种大范围的强烈的反向渴望，它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他们只是太累了。一个在白天绝不能露怯的男人，在灵魂深处渴望有那么一刻可以卸下重担，可以不负责任，把控制权交给哪怕一个女人手中，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弱者。那这种心理机制在现代性心理学当中有着相关的研究支撑。美国金赛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贾斯汀·莱米勒曾经做过一项高达10万人级别的大规模亲密关系与性幻想调查，他就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在亲密关系当中最渴望被支配。这个调查结果打破大家的认知莱米勒就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扮演大男子主义的这些男性，比方说企业高管、家族长子、手握重权的领导者，他们在潜意识当中渴望被女性支配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那些普通社会责任较轻的男性。莱米勒把这个现象命名为权力悖论。权力和责任在现实当中是光环，但是在潜意识当中它是镣铐。西方的高管因为职场压力产生这种需求，而东亚人背负的还有绵延2000年的长幼尊卑和宗族体面。这2座大山压下来，反弹的力度自然更加隐秘，但也更加剧烈。所以一些区域成为4爱文化在网上的活跃地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本能自救。规矩越是严苛，把人规训的越强，潜意识当中想要被安排的渴望就越是旺盛。你理解了这一点，再去看看自己平时的生活，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为什么一个人在公司平时是一个从不发火的老好人，回到家可能因为伴侣放错了一个杯子而突然崩溃？为什么你从小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长大之后对那些控制欲极强的渣男产生一种特殊的迷恋？甚至在经历了情伤之后，
反而渴望我变成一个强势的大女主。因为你的前额叶已经宕机了，我们的懂事透支了我们的生命力。我们今天聊四爱，这种看似边缘的一种现象，其实是在聊我们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神经系统当中，都残留着一套古老的要求，这就是克己复礼，完美无缺。这套游戏规则运转了几千年呀。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它的威力，需要看看古人，你都难以想象那个时代的男性为了礼教有多疯狂。我们常常说封建礼教害人啊，它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吗？其实它有个发展过程。宋明理学它的核心诉求是存天理灭人欲，在刚刚开始啊，可能只是一种追求道德圆满的哲学理想，但是到了明朝，当这套哲学和八股科举、基层的宗族统治绑定之后，就变得越来越荒谬。这到底有多荒谬呢？明代的文人沈德福写过一本书，叫做《万历野获编》。这本书当中啊，记录了一项真实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道德楷模海瑞。海瑞呢，在历史上以青年刚直著称。他不仅对贪官污吏狠，对自己和家人是更狠啊！他是那个时候的道德化身。海瑞呢，有一个女儿，当时只有5岁，正是懵懂贪吃的时候。有一天，小女孩饿了。家里面有一个男仆，顺手拿了一块糕饼递给她，小女孩接过来，高高兴兴地吃了。就在这个时候，海瑞走到院子，他看到了这一幕。一个正常的父亲反应可能就是：你仆人不要乱喂零食啊，你不要在饭前吃这些甜点。但海瑞的反应是暴怒，他认为这是道德灾难。他对着5岁的女儿咆哮：“你女子怎么能随便接受男人的东西啊？男女授受不亲，你这样是违背礼法，你不配做我海瑞的女儿。你只有把这块饼给我饿出来，饿死，你才是清白的。”这听起来是一时气话是吧？但悲剧就在于，在那个推崇饿死事小世界事大的时代啊，海瑞是真的在去行动啊。他把5岁的女儿关进了房间，不准任何人给他送饭送水。一个5岁的幼童在黑屋子当中饿得整夜的哭喊，哀求父亲给他一口吃的。而门外是一群被理学规训长大的成年人，他们或许心有不忍，但是在礼法的大山面前，没有人去开门。整整7天7夜，海瑞5岁的女儿在绝望和饥饿当中活活被饿死。这段历史档案今天读来让人感到窒息，这就是我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环境。当外部的规矩苛责到这种程度，身处其中的人内心是何等紧张啊！女性如此，男性也同样是啊。尤其是江南地区，江苏、浙江一带，它是明代的经济中心，也是科举最内卷的修罗场。一个普通的江南士子，你从几岁就开始要背45经，念这些死板的八股文，几十万人要去争抢一个中举的名额，这竞争的惨烈程度是远超过今天的高考和考编的。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说，你要光宗耀祖啊，修身齐家平天下。你在外面要毫无瑕疵，像个圣人一样，在家里面还得端着一家之主的架子。你的举动要符合当时这个君臣父子的儒家要求。你看，当一个人被道德排放逼到了极限，他的潜意识自然会渐渐绝望乃至疯狂。这就是为什么钱谦益会心甘情愿做起男老婆呀。明朝中后期，江南的戏曲文化繁荣，当时最火爆的剧本是一部叫做《狮吼记》的传奇剧本，作者叫汪延乐，他写了苏东坡的朋友陈继常和他的悍妻柳氏的故事。这戏里面的陈继常呢，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妻子一发怒啊，他吓得连管账都拿不稳，甚至呢被罚跪在池塘边，任由妻子这个打骂羞辱。你说放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一个男人看了这样的剧会愤怒吗？完全没有。狮吼记一经推出，直接引爆江南市场。那些白天在官场上唯唯诺诺，在家里面揣着老爷架子的士大夫们，到了晚上挤满了戏园子。他们看着台上那个被老婆治得服服帖帖的男人，爆发出哄堂大笑。历史学家翻看晚明的笔记小说，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个时期啊，是中国历史上男性公开标榜自己惧内啊，就是怕老婆最多的一个时代。就文人们聚在一起，经常互相调侃谁最怕老婆，甚至呢以此为荣。这表面上看啊，这叫尊重女性，但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视角去看，
这是东亚男性的疲惫，这是一种全社会规模的心理退行啊。江南的男人们太累了，科举榨干了他们的精神，理学勒住了他们的情绪，于是他们的潜意识会想，我不想再端着架子去面对社会竞争了。这个时候，悍妇的存在完美填补了这个心理漏洞。一个强悍的妻子成为了他们逃避现实的挡箭牌，不是我不想出去建功立业是我老婆不想让我去。你不要说我没有一家之主的威严，我实在打不过我老婆。你看，借着被女性支配的外衣，这些被文化枷锁压弯了腰的男人们，巧妙地卸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不就是500年前一场盛大而隐秘的四爱真人秀吗？那几百年过去礼教已经消失，但它化成了幽灵，深深地刻进了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好人总是崩溃？为什么越是听话懂事的孩子，长大之后内心的阴暗面越让人胆寒？这就需要我们借用西方心理学的锋利的刀刃来剖开天机。在西方心理学史上，卡尔·荣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探索了一个深邃的领域，这就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荣格提出一个震撼的理论，叫做阴影理论。他认为每个人心中的心理结构像一个太极图，意识和潜意识永远在追求一种平衡。你在意识层面，就是白天展露给社会看的那一面，越是理智完美无缺，那么你潜意识当中的深处就会聚累起同等量级的黑暗和疯狂的阴影。那为了解释这个机制，荣格借用了一个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叫做物极必反。作为中国人很好理解。那你说，如果我硬撑，我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阴影面呢？晚明有一位思想界的狂人叫做李治，他用自己惨烈的后半生为我们演示了人不和自己潜意识和解的下场。李治的前半生简直是儒家好男儿的标准模板。他饱读诗书，考取功名，做官做到了云南姚安的知府，一生严守规矩孝敬父母，对妻子尽责。但就在他54岁那一年，在别人都准备安度晚年的时刻，李治崩了。他辞去了官职，抛弃家庭，剃光头发。你说他当和尚吗？不，他只是我不当儒生了。他开始疯狂地攻击他曾经信仰了一辈子的程朱理学。在那个时代，他居然开始收女学生，推崇女性的智慧，认为女人在精神境界上高于男人。这在当时的卫道士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你可以看到李治潜意识当中被压抑的那个女性力量的阴影已经开始夺权了，因为他的言论太惊世骇俗。76岁那一年，朝廷以敢唱乱道、祸事污名的罪名把他抓进了北京的锦衣卫招狱。在阴森的招狱当中，他的举动也是让人瞠目结舌。有一天呢，他叫来一个剃头匠给自己刮胡子，趁着剃头匠不注意的时候李治一把抢过剃发刀，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血喷涌而出，但他没有立刻死去。血流了2天2夜，狱卒吓坏了，就跑过来问他：“你痛不痛啊？”李治他说不出话，就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了2个字：“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要死呢？”李治写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句话，叫“七十老翁何所求啊”。李治宁愿用剃刀割开自己的喉咙，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政治正确但没有活人感的体系当中。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愤怒，会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礼教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恶魔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批判和愤怒的层面，我们无法完成真正的自我疗愈。我们需要跳出情绪，用一种历史的悲悯感去看待这一切。为什么明朝会有这么变态的理学？为什么山东会有这么重的规矩？为什么历史在我们身上留下这么深的烙印？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无奈。在古代漫长的农业社会当中生产力低下，天灾人祸频发。在那个环境当中儒家礼教其实是符合当时环境的。当饥荒战争来临的时候，一个松散只顾个人的群体它是活不下去的，只有压抑大家的欲望，把资源高度集中，建立起长幼尊卑的秩序，那这个家族和帝国才能扛过风险，延续后代。他就要求男人必须刚强，因为你软弱可能会全家饿死，也会要求女人必须顺从，
多一种声音就意味着内耗和分裂。这种模式它牺牲了个体，甚至异化了人性，但是换来了整个华夏文明在2000年的超强抗封建能力。它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做出了一种惨烈的选择。但是今天时代变了，我们不再需要面对古代那种极端的一些危机，我们有现代工业文明，有了相对充足的食物。但悲哀的是，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还在运转着这套2000年前的老系统，而硬件和软件的不兼容才是我们感到痛苦的重要原因。这种不兼容在现代心理学研究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被父母化的孩子，也就是东亚景文化当中最盛产的一种群体。什么叫做被父母化的孩子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就非常赞美懂事，就很多孩子在7、8岁的时候就要学会在饭桌上看长辈的脸色，他们在心理上过早被迫成为了成年人，甚至非要反过来去扮演照顾父母的小大人的角色。而临床数据揭示，一个孩子在童年时期越是懂事，他潜意识当中那个真正的婴儿就会积攒出越庞大的阴影。等这些小大人真正长大，进入社会，掌握了权力，赚到了钱，在白天呢，他们依然完美运转，但一旦进入到亲密关系，在一个安全的私密环境当中，这个压抑了20、30年的婴儿就会夺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职场上杀伐决断的东亚精英，在恋爱当中会表现出依赖，甚至渴望被伴侣支配训斥，就像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婴儿一样对待自己。这不过是他们潜意识当中那个小孩在绝望的呐喊：我都当了一辈子的大人了，我现在能不能当一次不用负责的弱者呢？那么女性呢？既然男性渴望成为弱者，为什么一些女性她就接过了支配者的角色呢？这就不得不提东亚女性潜意识当中另外一种补偿机制，对无力感的反抗。在过去2000年的景文化当中女性是被剥夺了主体性的，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她们的命运始终在别人的手中。哪怕到了现代，很多女孩从小听到的依然是你女孩子不需要太拼，你找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当一个女孩在现实当中感到被轻视物化，在传统慕强恋爱当中受伤，体验过失去主动权的痛苦之后，她的潜意识同样也会产生一个阴影，这个阴影的名字叫做权力意志。随着现代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她们终于有了释放这个阴影的底气。她们在潜意识当中暗暗发誓：我再也不要重演我母亲那一辈的隐忍了，我也绝对不要把我的喜怒哀乐交给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伴侣手中。于是在第4爱的关系当中，女性的心理动力也找到了完美的出口。支配一个顺从的男性，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猎奇，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心理上的夺权呀。在这个安全的由他制定规则的私密空间，他终于完成了对2000年男权社会凝视的逆向凝视。他从被挑选的客体成为了手握剧本的导演。那回到我们身上，今天我们很多的拧巴，在职场上拼杀又觉得毫无意义，想建立亲密关系又害怕被控制。你在网上某个深夜看到4爱的帖子，甚至会被击中，但是在白天又不得不去做一个老好人。这些只是千百年来这些历史的惯性在我们这具肉身当中的记忆。当我们看清了这一切，就不需要再去执着的反抗。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那些在潜意识当中渴望4爱文化，在生活当中感到疲惫，想要交出控制权的人，他到底在渴望什么呢？实际上他们真正渴望的仅仅只是想做一个完整的人。1974年，美国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做了一项颠覆大家刻板印象的研究，他设计了著名的贝姆性别角色量表，对大量人群进行了长期的追踪测试。当时的主流社会观念和我们东亚很像，认为男人他就该有男人的样子，叫做阳刚杀伐决断；女人呢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要阴柔善解人意。如果你不符合这些标签，那你就是异类，你的心理健康有问题。但是贝姆的数据令人意外，在抗压能力测试、幸福感指数以及面对生活危机的应对能力上得分最高、活得最通透的人，并不是那些典型的男性化或者女性化的人，
而是那些具备心理双性化的人。什么叫心理双性化呢？是说在心理特质上能够同时兼容两性的力量。比方说，在职场上需要竞争的时候，可以像战士一样拔剑出鞘，但是回到家面对孩子和伴侣呢，又能像水一样的柔软共情。贝姆的研究证明，被社会规训在单一性别标签上的人，实际上心理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是单翼的鸟，只能靠一种姿势来飞翔，一旦遇到逆风就会坠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人要在太极图当中把阴阳画在同一个圆中，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完整的生命必须包含它的对立面。其实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早就有人活出了这种顶级智慧。写出《诗吼记》的主角原型的苏东坡，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文人的一座大山？因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实现了心理双性化的人。论阳刚和担当，他在朝堂上敢跟皇帝据理力争，被贬到杭州、徐州，他仍然可以带领百姓抗击洪水，修筑苏堤，从不逃避社会责任。但他被贬到荒凉的黄州海南，遭遇政治迫害时，他又展现出了柔软的另一面。他脱下官服，和老农一起种地，能为了一口红烧肉写出《猪肉颂》。在妻子去世之后他丝毫不顾及男人不能流泪的要求，写下了柔肠百转的10年生死两茫茫。苏东坡的伟大在于他允许自己是个弱者，他既有儒家入世的杀伐决断，又有道家出世的柔软随性，他接纳了自己身上属于阴柔的另一半，所以经历了许多人生搓磨，都无法将他彻底打垮。那作为我们，在这个依然推崇懂事和坚强的社会当中，我们要如何找回自己被剥夺的另一半呢？在这里，我想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可以随时操作的心理微行动，它源自于目前前沿的内部家庭系统疗法。比方说，下一次当你加完班，你坐在车里面，你不想回家，当你心里面那种我就想摆烂，我就想逃避的那种冲动涌上来的时候，你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在脑海当中去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就想象你的心里面住了2个人，一个呢是天天拿着鞭子板着脸的教导主任，他是社会规矩的化身，他会在你耳边去念你要努力你要懂事，你房贷还没还完，你不能让人看笑话的，你一定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解决问题，去承担责任的。而另一个人是被关在小黑屋的小孩，他可能在哭泣或者发脾气，他觉得我好累呀，我不想负责任了，能不能有个人可以从天而降来照顾我呀？那过去每当这个小孩发出声音，你的教导主任就会冲过去把门关上。男性觉得内心的软弱是可耻的，女性觉得内心的野心和掌控欲是不道德的。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用你成年人的视角，越过那个教导主任，去推开小黑屋的门。你不需要真的在现实当中放弃责任，你只需要在心中看着那个小孩，对他说：我知道你累了，我看到你了，你不想坚强也是可以的，你想软弱一会也是可以的。仅仅是这种看见和允许，就能释放掉你潜意识当中的重压。我们的疲惫往往不是因为要承担责任，而是连不想承担责任的念头都不允许拥有。当你开始接纳自己内心的阴影，允许那个想要逃避的自己存在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用4爱这样的极端亚文化来去泄压。你是一个有温度完整的人。历史的惯性确实很大，2000年来的礼教习俗依然在酒桌、催婚、各种人情世故当中影响着我们。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改变这个大环境，但你可以在自己的小宇宙当中脱下那具穿了1000年的铁甲。我们可以不用做那个撑伞的人，而是那个在雨中痛哭的人。男人也可以不负责一小会，女人也可以野心勃勃地去掌握全局，去拥抱你的另一半特质，接纳你自己内心的流放者。因为完整永远优于完美。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那种从小听话懂事，现在却活得越来越累的朋友，请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他，告诉他，你的软弱不是错，只是生命在发出求救的信号。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卸下心防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所有的阴影都是被允许的。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
我们下期再见。